你是不打算离婚是吗？是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这婚我离定了。麻烦你下一次带好所有的证件，再给你约时间。啊！春花，你们怎么关机了？你们是离了还是没离呢？妈，你退回去太危险了，快点的！妈，别过来了，我们还没离呢。你干嘛这么说呀？你说他离了，咱就退回去。妈，你快退回去！妈，你别着急，你着急也没用啊，我们俩已经离完了。啊，怎么离了呢？啊！都怪我。都怪我，我干嘛让你那么喊呢？你说我蠢不蠢呢？其实不管咱们喊什么，妈都会冲过来的。姐，妈妈怎么样了？抢救呢？具体什么情况啊？等着呗。怎么办嘛？娇娇，你别着急，我认识这家医院的院长，我现在去看看情况啊。别急，别急。姐，妈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妈怎么会跑去民政局呢？是不是你告诉她的？不是我。你们谁是秦美娥的家属？我是。病人因失血过多，需要大量的输血，可医院血库的存量不够了。家属如果愿意为病人输血，又血型相配，就请跟我去化验室做个快速的检测。病人是 A 型血，请问有几位相配呢？我是。我也是。我不知道，但我跟我妈特亲，应该也是吧。那行吧，那跟我走。姐，你哪儿都别去，在这照应一下。我爸来了，别让他太着急了。哎。爸，麒麟呐，情况怎么样啊？这个琼花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在抢救了，要输血，所以琼花他们去化验室验血去了。什么？他们都是谁啊？娇娇、小果还有琼花。哎，你快把娇娇叫回来，娇娇不能献血。娇娇为什么不能献血啊？哎呀，她身体太弱，不利于健康啊。啊，爸，献血对健康并不会有太大影响的。哎呀，娇娇不能献血，你快把她拦住啊！娇娇为什么不能献血呀，爸？哎呀，总之就是不能献血，你把她给我叫回来。到底是为什么呀，爸？娇娇不是亲生的，她血型跟她妈不一样。啊？验完了。不过还得等2分钟。你怎么过来了？爸呢？啊，堵车呢，堵车呢。那个，娇娇，你就不要献血了。怎么了？因为娇娇她比较柔弱啊。谁告诉你我柔弱了？姐夫觉得你比较柔弱，啊，就不用娇娇献血了。不是，妈不是出事儿了吗？孩子想尽点心。你闭嘴！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你过来。金启林，这都什么时候？你干什么呢？娇娇不是你妈亲生的，她是你爸捡回来的。你爸刚才来电话，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阻止娇娇验血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现在不跟你讨论可能性，赶紧想办法，不要让娇娇看到检验结果。麒麟，你跟我逗着玩呢吧？我至于吗？跟你逗这种玩？你爸刚才都急了，先别说那么多，赶紧想办法，赶紧想办法，不要让他看结果。还有，不能让他检。
出来了。我还没看呢。姐，你干嘛呀？别叫我姐啊！走。不，你什么你？你别不承认啊！就是因为你告密，妈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。妈才不要你这种人的血呢！走。你怎么又这样？你现在可以献血了。哦，我来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妈连我都不愿意养，去养一个捡来的孩子。其实有可能的，你好好想一想。你妈她年轻的时候因为事业排斥孩子，等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了，母性是会回归的。可这个时候，你跟你的姨妈已经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，加上你的性格又是那样的，她也不可能把你要回来。那刚好在那个时候，你爸把娇娇抱回来了，可能刚好娇娇又是粉嘟嘟的，很可爱，和你妈一抱，娇娇一哭，母女俩人就产生了感情了，这很正常。我知道，我有过这种感觉。我摸贵妃肚子的时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妈为什么这么惯着娇娇呀？可能她把对你的那一份爱也附加在娇娇身上了吧？他们干嘛不接我回去呢？把你接回家，就会分散对娇娇的那一份爱。一旦有血缘的亲情被唤醒，那就势必会冷落掉娇娇。更有甚者，娇娇可能不是被冷落，而是被抛弃。有很多收养孩子的家庭都是这样的，本来没有孩子，所以收养了一个孩子。可一旦要是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，那么被收养的那个孩子很有可能会被再一次送回到福利院去。这对于被收养的孩子来说，这就是灭顶之灾。所以你爸妈的情感，我可以理解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看来我妈很高尚，非常高尚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根本不是一个称职的女儿。行了，不想这些了，咱们进去吧。你忙，这段时间我就争取不再加班了，尽量多回来陪陪妈。不用了，你也忙，这边不用你照应，有我呢。我也想趁这段时间跟我妈好好处处，好好聊。好。哎，行了，你也别生气了啊。今天呢，可能是你姐也着急，本来自己要离婚了，然后家里又出事儿了，啊。你们说 A 型血和 O 型血能生出 B 型血的孩子吗？那肯定不可能啊！我也觉得不可能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回家了。哎，舅舅，你回去干嘛呀？对啊，这家里也没人，阿姨还在医院呢。我就想在家待着。你一个人回去，我也不放心啊。不用担心，我回去了。
别离，妈，别离，你们，妈，你可醒了？清华，你们离了？没离，我们没离。你骗我，你骗我！真没骗你。妈，您看，我给您看，你看这是结婚证，我俩都在。这是我跟麒麟的结婚证，都在这儿呢，没离。你帮我塞到我腰底下。妈，你快点儿，来。好了，塞了。我压着它，我踏实。妈，对不起。你爸呢？我爸回去给您拿洗漱用品去了。他一直守着您，一眼都没眨。娇娇那个死丫头呢？哦，他们音乐公司那边突然有事儿，他去忙去了。清华，别怪娇娇，啊！您这好不容易刚醒，不费心啊。妈想跟你说，以后她改了，你们还是亲姐妹啊。我知道。妈，其实我爸都已经告诉我了。告诉你了什么呀？娇娇的身世。娇娇也知道了。娇娇还不知道。我爸只告诉了我跟麒麟。这个老贾，他跟我说好了，这个秘密这辈子不说出去。他怎么就说了呢？哎呀，妈，您别着急，您也别怨我爸。昨天是情况危急，您失血过多，需要输血。我跟娇娇都去验血了，爸怕娇娇知道验血结果，肯定就知道她的身世，所以爸才告诉我跟麒麟的。爸是迫不得已，是为了让我们拦住娇娇才告诉我。妈，你别怪我爸。妈，我真没想到。这么多年，你对娇娇视如己出，我错怪你了。秋华，妈这些年真的是亏待你了，对不起，孩子。妈，你别这么说，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不说了。哎呀，傻孩子呀！妈把你们两个就比作那小狗吧。你想想啊，你说一个见着你，跟你摇头摆尾，又舔你又亲你，在你这儿亲你；一个见着你就嗷嗷的叫，就要咬你。你说你喜欢哪个？妈不疼你，妈能不疼吗？啊，妈不疼你也是疼你。要是不疼娇娇了，就真的不疼了。我懂了，
嫁的真不了，真的，她嫁不了。你是妈生的，你和麒麟的事儿，如果你妹妹她在中间做错了什么，你放心，她要是真做了，我是不会饶了她的，我不会饶了她。妈，我跟麒麟跟娇娇没关系。不管为什么，你都答应我，千万不离婚。你答应我不离婚行吗？姐，我答应你。答应了，答应了。你可答应我了啊！这结婚证啊，我就搁在这儿，我就天天压着它睡觉。放心。